世子妃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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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子妃，救救我！王公子他喝多了，他要强迫我。世子妃，王公子对你一往情深，不如你就依了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世子妃不是说我们不会遇色识人吗？手铐上有药。来吧，来，别跑啊！来人呐！快死人了！快叫郎中！有没有人管他呀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快给我看看你写的什么。世子妃，精武坊有个乐师出事了。突然把杨乐师带进去了。就是啊，就在那个房间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我女儿被你活活逼死，你还有脸来？我们听说杨乐师出事了，就赶了过来。发生什么了？你明知道那位王公子好色成性，还逼着杨妹妹去伺候他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就是什么？你逼良为娼，草菅人命，你没好下场。夫人，其实你能随意诋毁他？人气，你若是没有证据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们亲眼所见，杨妹妹并不愿意，世子妃却又将她送进那间房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今日申时离开五方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他刚刚一直与我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在五方？你们都是在一起的，你自然想着他了。哎，是啊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江雪莹，你涉嫌精武坊命案，随我们回衙门一趟。看你们谁敢！难道世子妃就可以罔顾律法，草菅人命吗？难道我们的命不是命吗？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啊！还望世子以大局为重，否则我们只能公事公办。我跟你们走。雪莹，此事颇为诡异，定是有人伪装成我的样子栽赃陷害。今日我百口莫辩，唯有你能帮我寻找证据，还我清白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
店主可曾见过画轴上的女人？哦，是他。昨夜就是这位公子带着夫人在我这儿做了盏花灯。店主可以证明，世子妃昨夜与我就在此，不可能出现在金武坊。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这边只有世子和店主能证明世子妃出现过。金武坊的几十个人都亲眼见过江雪凝，到底是真是假？目前的人证不足为信。昨夜金武坊跳楼的乐师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都说了，是江雪莹送他进来的。绝不可能是雪莹！有没有看错？有没有可能是长相相似的人？不发誓，那女人一开始还不愿意，跑了出去，是世子妃亲自把她送进来的。她晕晕乎乎的，好像喝醉了的样子。出去那么一会儿就喝醉了？我不清楚啊！根据五方中人的说法，我是有时来到的五方，进入大堂后便上了楼。此人了解我的行踪，知道我不在五方，才敢明目张胆地冒充我。然后我遇到了杨乐师，安慰了他几句，扶着他再次进入房间。若他不悦我，为什么我顺从地进去了？难道他被控制了？这么多人说亲眼见到的是雪莹，那人定是用了易容之术。世子妃，救救我！来嘛！此人熟悉五方布局，这房间离后门最近，想必他做完一切，便神不知鬼不觉从后门离开。站住！陆觉醒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我没事。竟是他，他不是办案那个衙役吗？是谁这么不顾一切想要你的命，不惜买通衙役在牢里对你动手？这个玩具看着眼熟吗？你要杀阳光，冲我来，别动我孩子！你儿子得的是痨病啊！为了筹钱，你连杀人的买卖都敢接啊！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你被发现，便是死罪。你若死了，你的孩子便再无希望，甚至他们母子连棺材的钱都凑不齐。我也没有办法。是谁让你下手的？我可以请徐太医为你孩子诊治，我保证能治好的。儿子，他让我累死江雪莹，做成上吊自尽的假象。到底是谁？他穿着斗篷，蒙着黑纱，我没看清他的样子，只知道她是个女人。女人？还有什么特征？你再仔细想想。她身上有股香气，
手腕上戴着一串铃铛手链。铃铛手链？是银铃铛，那是他给我银钱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。是冷月。没想到他竟会易容术。他此前就用过西域的迷香，想不到竟然还会用西域的易容之术。是我大意了，若非因为我，你也不会遭此大难。你别自责，他处心积虑，换做任何人都难以发现。只是他会易容术，若藏起来，我们怕是很难找到。此事便交给我吧。这郡王府谁出事了？这都不知道。我听说世子妃在狱中畏罪自杀了，好像是强迫乐师做皮肉成瘾。哎呀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可不是。终于死了，就算你是世子妃又如何？你斗不过我的。放了你为了得到陆军行污蔑我名声，说我逼良为娼，还买杀手要我的命。在精武坊给乐师下药的人是你吧？是又如何？你知道了又如何？你为什么要扮成我的样子？精武坊是我的，陆军行也是我的，凭什么都被你抢走？我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尝一尝被人唾弃的滋味。害我入狱，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，置我于死地？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与我争。很好，进来吧。冷月，你方才亲口承认罪行，在场之人听得真真切切。你们居然诈我！你以为只有你会西域的印法？我们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那你就再死一次！此前安排你假死，还需给家里个交代，以免造成恐慌。今晚就先委屈你在此休息。
这屋子属实有些暗，我再去点盏灯。这玉佩可是枕巾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养好了伤，我们再见面，我就告诉你。这个算枕巾，暂时放到你这儿。等我向你讨回来的时候，要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叫江雪。原来你才是当年救我之人。我没想到我们之间的缘分，原来这么早就开始了。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其实我应该早一些向你表明我的心意的。我的心意早就已经向你表明。等您，说是和您约好了去打牌九。你告诉他，让他回去吧，不去了。是。真不去啊？之前我装纨绔呢，是为了信阳关一役的真相。现如今，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夫君，让你成为全余城最令人艳羡的娘子。你蛰伏多年，
贸然变了性子，我担心你会有危险。为了你，我自然不会莽撞行事，一定会保护好你和自己。小二，二公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冷月，你不是我大哥的人吗？你来做什么？信诸烦闷，如今世子和江雪莹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你我二人可真是同病相怜。你不过是一个外室，谁跟你同病相怜？所以我才更为二公子您不值。您难道就不想出了这口恶气，好好报复他们一番？你有什么计划？这就需要二公子的配合了。坐实他们的丑事。我为什么要配合你？坐实他们的丑事，我就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笑柄。可他们二人之事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也并非空穴来风。若是将来你们和离，你手中总该握着点把柄。我还要和你和离。况且，这江雪莹才封了诰命，就与世子安通款曲。若真让他们成了，一个世子，一个诰命，你在这府中可还有立足之地？二公子还是要早做打算啊。对啊，祖母最在乎陆家颜面，若是真坐实了他们的丑事，江雪莹往后在府里就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具体怎么做，听我安排。好。夫人您吃。我不想吃，你吃吧。二夫人，这是二公子出门前嘱咐我交给您的。知道了。陆良约我今日戌时，金吾坊相见，详谈和离之事。我还没收拾他呢，他倒是按捺不住了。夫人为何这样说？万一他是诚心想谈和离呢？要想谈，什么地方不能谈？非要去金吾坊这种地方谈？看来这次又想毁我清白，做一些下作把戏了。这您都能知道啊？心术不正之人，翻来覆去不就那几个手段，我都应付烦了。世子查清楚了，您和二夫人的传言，您和江姑娘的传言是冷月的丫鬟珠儿传出去的。茶楼和皮影戏的老板都收了他的银子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世子，我家小姐说临走前有些东西要归还给世子，还请世子去雅见一见。世子，你我多年情分，你怎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赶我走？你不是说今日有东西要还我吗？玉佩给我。这玉佩我从来……这铃铛很是熟悉。世子可是喜欢……这便是你的招数，先用催情香害我，然后呢？然后再把雪莹骗过来，
侮我二人苟且，再叫人来捉奸是吗？世子，你怎会这样想月儿？这香炉里面有什么，报官一验便知。谋害世子，你可担当得起？世子，你怎会突然如此狠心对月儿？难道我们此前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你别再演戏了！你四处散播我和雪莹的谣言，又用崔晴香害我，现如今失手，是不是又要用易容术去陷害雪莹啊？易容术，这个你也知道？你的每一步算计我都能预料到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九月，把他送走，此生不得再踏入余城半步。世子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有些事还好你尚未完成，否则你连命都会丢掉。说好了摔杯为号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何人？陆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人家想你了，便来寻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是你让人家来的吗？陆郎，这外面都传遍了，说你要休了江雪莹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你身边？你这个小狼蹄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崔晴香应该起作用了。世子，世子，嬷嬷怎么也有雅兴来五方了？世子，恕老身多嘴，你与二夫人的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你怎么还敢来金武坊与她私会？嬷嬷这话我可听不懂了，我何时与二夫人私会了？二公子已经告知老太君，说你在此处约了江雪莹，老太君念着世子的面子，这才只叫老身来处理。哎，世子得罪了。嬷嬷，哎，哟，堂弟来五方私会，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啊？哎呦，好戏看了！流言不会就是他自己传出来的？怎么吓死？太下作呀！你需要我做什么？陆良有一个相好叫燕娘子，若是让她知晓陆良因这传闻要与我和离，她定然觉得自己有了机会。到时你将冷月害你的崔晴香给陆良点上。祖母，刚刚孔嬷嬷亲眼所见，陆良在金武坊与那青楼女子肆意妄为。你故意设计整我是不是？我今日未曾出门，何来设计？这约我去金武坊的字条是你给的，你又让孔嬷嬷带人过去，不就是想诬陷我与世子吗？祖母，夫妻之间恶意算计，让我这日子怎么过下去？求祖母开恩，我要与他和离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雪莹啊，两儿现在仕途正旺，你也刚被封了诰命夫人，这个时候和离，岂不是折损颜面吗？祖母，他公然与五方青楼女子厮混，如此行径，又何曾将我这个正妻放在眼里？又何曾顾念过陆家的颜面？你跟陆军行的事传得满城风雨，你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。祖母，
如今外头都传遍了，说他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，蓄意抹黑我与世子有染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求祖母同意我与他和离。梁儿做的是过分，莫不如你给梁儿一个机会，我定会好好罚他。陆良啊，你欠本王的东西，可是忘了？王爷，陆良不敢。这朝中有才之人如过江之鲫，凭什么你能在1年内连升3级？王爷，陆良能有今日，全靠王爷提拔。既然知道，你可是答应过本王，只要我助你上位，你就将夫人送与我享乐。是。人呢？江雪莹呢？王爷，江雪莹近来性情大变，不仅要与我和离，还与那陆君行。我要的不是解释，是人，懂吗？本王可没那么多耐心。是。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江雪莹呢？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江雪莹，站住！你不是要跟我和离吗？走，跟我回屋说。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要回屋说，就在这儿说吧。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立刻给你签休书。休书不行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要的是和离书。你不要太过分。陆良，是你在和我谈条件，不是我在求你。行，和离书。明日跟我去参加一个宴席，只要你乖乖配合。宴席过后，我立马签和离书，绝不食言。让我猜猜，这宴席是在宁王府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宴席只是掩人耳目，实则是想把我送给宁王，攀高枝，对不对？闭嘴！你疯了你！闭嘴！我太了解你了。你那点所谓的才华，不过是在我帮衬下勉强拼凑出来的笑话。人前装模作样，实则好赌又好色。你除了一身的臭毛病，还会干什么？这个贱人反了你了！你如今拥有的一切，不过是靠着攀附宁王得来的。你就是宁王身边的一条狗，为了讨好主人，不惜将自己的妻子送到他的床榻上，真令人感到恶心。他是怎么知道我计划的？哪里走漏了消息？要不然我们也用他们的办法，直接把陆良抓过来，逼着他按手印把和离书签了。他若敢不签，直接宰了他。怎么，重生一次，性情变得如此急躁了？
你是我夫人，现在却顶着陆良妻子的名号，还屡屡被他欺负，你说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？我怎么冷静得下来啊？他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不足为惧的。只不过如今看来，宁王怕是要有所行动。上一世他为了得到你，用尽了卑鄙手段，保不齐这回要利用陆良，或者找什么其他理由来害你。我必须要让你尽快和离。这不是被我大哥休了的世子妃吗？我既来找你，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此前我一直在家中养病，最近我才知道，原来世子休我是因为江雪莹。此仇不报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所以来找我帮你。你们一个两个都说要对付江雪莹，你知道这个贱人有多难搞吗？哦，看来二公子之前也使了些手段，不妨与我说说，你有什么计划？二公子无需顾忌，如今我已是弃妇，对你构不成任何威胁。我打算把她送给一位贵人，把她送到别人床上。二公子还真是好手段。诰命夫人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，让她从云端跌至泥沼，这种屈辱确实够她受的。你有办法？有，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你要亲自将我引荐给这位贵人。哦，你倒是聪明，知道往上爬。如今我被世子休了，被娘家嫌弃，我走投无路，总得找个贵人依附，为自己谋条出路。你这姿色，说不定贵人真的会喜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祖母，雪莹嫁与陆良，受尽委屈，孙儿于心不忍，希望祖母能够同意雪莹和离，望祖母成全。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？她是你弟妹呀！你若真在意她，便不该这样毁她名节。名节重要，还是雪莹的幸福重要？难道就为了所谓的名节，为了陆家的颜面，就要让雪莹逆来顺受、委曲求全、牺牲一辈子吗？你放肆！身为世子，
你竟然做出如此败坏郡王府门风之事！只要祖母同意雪莹和离，孙儿可以不做这个世子。你说什么？孙儿愿将爵位让给宗族其他子嗣，均行此生。只要雪莹一人。你糊涂啊！你若不是世子，身无长物，难道你觉得他还会跟随你吗？他会的。我与雪莹生死与共，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。真看不出来，大哥是如此深情之人。只不过这深情，竟然是用在我夫人身上。你根本配不上的。我有功名在身，大哥不过是有个世子的名号，你就配得上了？少说两句吧。你们两个堂兄弟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闹成这样，简直是让外人看我们郡王府的笑话。祖母所言甚是，我乃陆家子嗣，理应顾全大局。既然兄长如此执念，我愿意与江雪莹和离，成全他们。只不过，说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你，只不过。
找借口让我去景武坊查证，就是为了把我支开，是吧？和离说，我给你拿到了。你傻不傻呀？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下这些？我不想你看到我挨打，多丢人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丢不丢人？趴下。我给你上药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啊，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谁让你和离的？本王管你要人，你倒好，把人给推出去了。王爷息怒，和离，这是缓兵之策，我后面还有一石二鸟之计。就凭你，你要是想得出计策，本王现在为何还没见到江雪莹？给我继续打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王爷，我为你引荐一个人，定能解你心头大患。进来。你是陆军行的前世子妃？此前什么身份不重要，此后我只愿为王爷出谋划策，排忧解难。你凭何会觉得本王会收留你啊？我在郡王府多年，又是江雪莹的妹妹，我对她了如指掌。陆良办不成的事，我可以，我比她有用。只求王爷肯收留我。你是要把她迷晕，然后把她送给贵人？若真是这样，岂不是便宜她了？我要让她一无所有，痛不欲生。他们两个人和离是你出的主意，说说看，接下来是什么计划？陆军行为了得到江雪莹，挨了30大板，而这板子上有毒。能解毒的药在王爷手中，王爷什么都不用做，等着江雪莹主动上门便可。这份好礼，就是我给王爷的投名状。这的确是份好礼，不过你与江雪莹姐妹一场，你如此恨她，难免让本王产生疑惑。我落得被休弃的下场，全都是因为他。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让他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好，那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究竟
有多大能耐？世子已经烧了一夜了，到底何时能好？哎呀，他中毒了，我只能暂时开一些压制毒性的药，要尽快找到解药。九月，暗中调查行家法的下人，务必要找到下毒之人。是。不必送了。多谢。你来干什么？此前这可是我的房间呀，姐姐倒出入的自在，我反而不能来了。你已被世子休弃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被休，还不是拜姐姐所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与世子夫妻一场，他中毒时日无多，我自该来看看热闹。你怎知他中毒？是你下的毒。姐姐说的话我听不懂，怎么成我下的毒了？又不是我让他挨的板子。原来陆良同意和离，是想在他行家法时下毒。你们一个是他的堂兄弟，一个曾是他的妻子，竟狼狈为奸，害他至此。姐姐莫要心忧，我知道解药在哪儿。宁王府。江月儿，我无数次对你手下留情，没想到你竟不知悔改，与宁王联手。你知道了一切又怎样？看着心爱之人死去，还是为了心爱之人爬上别人的床？我好想知道姐姐会怎么选啊！哎呀，陆君行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谁呀？你今日怎么主动找上本王了？王爷明知故问，你给陆君行下药，不就是为了引我过来吗？你以人妻之身与陆君行暗通款曲，在本王这儿又有何不可？陆君行能给你的，本王能给；他不能给你的，本王也能给。王爷用如此下作之计，逼我就范，可我也并非任由你掌控的玩物。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？一座独门宅院，一场风光的纳妾礼。王妃是将门之后，王爷可敢答应吗？有何不可？但你真的
愿给本王做妾？就算别无选择，我也不会自轻自贱。我要有名分，要体面的活着。给我解药，待陆君行安然无恙，我自会践行诺言。好。王爷不可。是你，王爷。江雪莹心思深沉，若得了药，恐怕会出尔反尔。不如给她一半，事成之后再赏她另外一半。好主意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江雨儿，你为何阴魂不散，非要害我？你和世子私相授受，害我被休之时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日啊？这笔账，我迟早跟你算。你果然是本王的一把利刃，比陆良那个废物强多了。脉象平稳了些，这药果然有效啊！他何时能醒来？毒虽暂时压制，尚未完全清除。若3日之内没有剩下的解药，世子恐怕难再醒过来了。王爷，陆君行确实重度昏迷，已服下一半解药。不错，恭喜王爷抱得美人归。另外，雨儿是自己人，但说无妨。兵部侍郎给王爷送来一箱南海珍珠，以表忠心。说的话是句。另外，王妃快回来了，最近行事低调一些。是。去吧。我姐姐向来诡计多端，惯会拿捏人心。她被迫嫁给王爷，心中记恨，说不定日后会生出什么事端来。不如王爷也给姐姐画一幅美人图，有了这把柄在手，她也不敢肆意妄为。你姐姐要是有你这般识时务，那本王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
我说过，待陆军行安然无恙，我自会践行诺。王爷这是做什么？放心，本王爷不会怎么样，只是作画而已啊。那王爷不妨跟我说一说，这画中女子皆为何人？等本王将你画完之后，再慢慢给你讲。别不知好歹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没那么多耐心。放开！王爷，王妃回府了，马车刚到门口。他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进来。把他们2人送去外宅，2日后举办纳妾礼。雨儿，给我看住他。是。把他看好了，2日后纳妾礼，万不可出差错。恭喜王爷纳妾！恭喜王爷纳妾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江雪莹，你终究是本王的女人。怎么是你？我与姐姐换嫁了，王爷可还喜欢这个惊喜？你凭此牌可任意出入。来人，让这个贱人跑了！江雪莹人呢？说。在此。陆军行，不是中毒了吗？禁军已经查抄了宁王府，从画室里搜出了你这些年贪腐的金银财物。哼，少在这诓骗本王，你不可能拿到钥匙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放开我！没那么多耐心。王爷，王妃回府了，马车刚到门口。进来，把他们2人送去外宅，2日后举办纳妾礼。我故意让你给姐姐作画，就是方便她趁机踏踩你的钥匙。背叛我！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，何来贪腐无度，残害忠良，私养府兵，其心可诛。即日起，
贬为庶民，没抄家产，择日问斩。他的令牌是假的，他敢假传圣谕。我已经派人把秦守义送进宫中。你这些年贪腐的罪证，连同你当年害陆家军惨死的真相，全部呈于陛下案前。宁王，你大势已去，不要再争执。不可能，秦守义远在信阳，你又山中剧毒，你中毒不过是装给你看的，实际上我去了信阳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秦守义还有画室的秘密？不可能！本王怎么会输？秦守义和画室里的证据，你们不可能知道。你就当我们做了一个梦，有了一场特殊的机遇吧。荒唐！本王竟然输给了一场梦境。不，你是输给了自己无穷无尽的贪欲。江雪莹，我只问你，那日宁王下令放箭时，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小心！小心！你重生了。这心，不，这两世，我处心积虑设计了你一次又一次。我以为你对我恨之入骨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。你叫了我这么多年的姐姐，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做不到。做不到眼睁睁的看你死在我面前。你以为你可以依靠的人，反而害你最深。你以为我抢了你的气运，其实是你选错了人。女子出头本就难，我若不争不抢，难道就该被人踩在脚底下吗？我只不过是想活得风光体面，怎么就成了错？你没错，女子想活得风光体面，一点错都没有。但我们想活出一番天地，必须要靠自己争取。抢夺来的，依附别人的，终有一日也会失去。我跟你斗了这么久，难道只是一场笑话？妹妹，这么多年，你费尽心思的算计我，到头来得到什么？如今上天又给了你一次重生的机会，难道你还想重蹈覆辙吗？妹妹，当真要离开虞城啊？害过我的人，宁王、陆良，全都被我解决掉了。陆良也……
从前我以为女子只能任人摆布，所以才做错许多选择。这一世，我也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一次，若非你从中周旋，宁王恐怕没有那么快落入圈套。还是世子足智多谋，想出这么个以身入局的法子。不过那30大板，确实是还少了。你这又重生一次，怎么没有半分长进呢？他怎么也重生了？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特殊呢。回头慢慢给你解释。你特别，你不过是和他重生1次，我和姐姐重生了2次呢。陆君行，